我们总以为显化是一种技巧，写下愿望，制作愿景板，每天视觉化，重复肯定语。我们按照书上说的做了所有步骤，却常常在心底浮起一个问号，为什么还没发生？我们看着那些看起来很灵验的人，默默怀疑自己是不是哪里做错了。我也曾这样焦急地等过，等爱情，等金钱，等转机，等答案。我一边用力相信，一边又在内心偷偷测试，如果明天有迹象，那就表示我做对了吧。我说着相信，但其实是期待换来证据，好让自己更安心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听见一句话，显化的速度取决于你相信的深度。那一刻我愣住了，我才明白，我一直以为我在相信，其实是在观望。我不是把信念放在心里，而是把疑问藏在行动里。真正的相信是不再需要验证的。你知道那件事会来，就像你知道太阳每天会升起。你不会为了证明太阳存在而设闹钟起来观察，只因为你早就笃定它会如常升起。信念应该也是一样的稳定与自然。显化从来不是宇宙选不选你，而是你能不能一致。你说你想要，但你行为上处处透露我怕我得不到。你写下愿望，却在每天怀疑它怎么还没来。你对宇宙说我准备好了，但实际上你还站在门外张望。我开始重新练习深度的相信。我不再问什么时候会来，而是对自己说它正在来的路上。我不再反复观察外界的变化，而是回到内在稳定那份确信。我让自己过一种仿佛愿望已经实现的生活。那不代表我假装，而是我开始活得像那个版本的我。如果我已经拥有爱情，我会怎么对待自己？如果我已经财务自由，我会怎么安排时间？如果我已经被看见，我会怎么表达自己？我不再等待，我开始成为。显化不是在未来发生的事，而是你现在的状态决定了未来什么会靠近你。你的频率不是你说的，而是你每天怎么感受自己，选择什么念头，采取什么行动。而这一切根本的根源就是你相信到什么程度。当我这样改变后，我惊讶地发现，很多事情真的开始加速靠近。不是因为我更努力，而是因为我更一致。宇宙不会拖延你要的东西，它只是等你准备好承接它的那一刻。而那份准备好，不是外在条件，而是内在的笃定。显化其实是一场频率的对齐。当你的念头、感受、信念与行动都对在一起，实相就像拉链一样自然结合。它不是你去抓来的，而是你打开自己的磁场，自然吸引而来。那个吸引的力量，就是深度的相信。愿你不再用怀疑包装你的愿望，愿你不再等证明，而是活成你所相信的模样。愿你知道，你内心的确信就是世界实现的速度。因为显化不是奇迹，是你信念的回声，而它永远不会比你相信的更快，也不会比你怀疑的更慢。焦虑是我很熟悉的一种感觉，它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出现，在我静下来却无法安心的时候蔓延。我焦虑事情没照我计划走，焦虑未来还不可见，焦虑自己是否做得够好。那种感觉像一只无形的手，悄悄地卡在我的胸口，让我无法顺畅地呼吸。我总以为要摆脱焦虑，就得做更多事，列更多清单，制定更细的计划，找更多答案。我相信，只要准备充分，一切就不会出错。但现实是，做得越多，心越乱。后来，我才明白，焦虑的本质不是事情太多，而是我太想控制。
我想掌控每一个变数，每一个结果，每一段关系的走向。我相信只有靠我努力确保人生才不会出问题。但这样的信念让我活得既紧张又疲惫。直到我慢慢接触宇宙法则，我听见一句话：越信任宇宙，就越少焦虑。一开始我不太懂什么叫信任宇宙，我怎么知道它会帮我？但后来我发现，这并不是一种信仰，而是一种选择。选择不再从恐惧出发，而是从信任出发。我开始观察自己焦虑的时候，是不是内心其实正在对抗什么？我发现每一次焦虑其实都藏着一种声音，如果我不掌控，就会失去。那声音让我不敢放松，不敢松手，不敢相信好事会自己来。但事实是，越是这样，能量越是卡住，机会也越不容易靠近。信任不是什么都不管，而是知道自己尽力之后，愿意交托剩下的部分。你知道你已经种下了愿望，你知道你在过程中有所行动，你也知道接下来的发展不全在你手里。那是一种从我得做一切转向我愿与宇宙共创的能量转换。我开始练习信任，不是盲目的放任，而是选择放下过度掌控的念头。我告诉自己，如果我现在做不到什么，就先照顾好我的频率。我学着不急、不逼、不推，而是陪着自己走在还没看见答案的日子里。有趣的是，当我越来越信任宇宙，事情真的开始改变了。一些我焦虑半天的结果，最后都比我预期的好。一些我原本以为很难的事，在放下执念后反而自然而然发生。我才明白，很多焦虑其实是我自己制造出来的风暴，而不是现实的状况。我开始明白，宇宙不是要我时时紧抓所有线索，而是要我学会调频。当我把心调整到相信一切正在对我有利发展的状态，我整个人变得比较轻松，行动也更有弹性。而这样的我，更能吸引对的机会、对的人与对的时间点。越信任宇宙，就越少焦虑。因为你知道，不是你要去控制一切，而是你要去共振你所渴望的。不是你要替宇宙决定怎么来，而是你准备好迎接它的方式。那是一种把自己打开，把生命的节奏放进自然的过程里。愿你也慢慢松开对一定要怎样的执念。愿你在每一次感到紧张时，提醒自己，我可以选择信任。愿你在还没看见答案时，依然能给自己一份安稳的频率。因为当你越信任，宇宙就越能流动，人生也会变得柔和。我曾经是一个很努力的人，凡事都计划周到，行动迅速，责任感强烈。我以为只要够努力，够拼命，够积极，梦想总会靠近我。所以我做很多，想很多，试很多，却常常觉得结果总是差一步。我努力写下愿望，做事绝版，每天默念肯定语。我精进自己，拓展人脉，时时反省修正。我对宇宙说，你看，我真的很认真在显化，我真的很努力了。但愿望还是卡住，现实没有变化，我内心的焦虑越来越深。直到有一天，我静下来问自己，我真的有相信吗？不是嘴巴说说的相信，而是深层的、稳定的、不需要证明的相信。我才发现，其实我心里一直有个声音，如果我不做点什么，就得不到我想要的。而那声音正是在说，我还不够信任。我们都太习惯用做多少来衡量自己的价值。在世俗眼里，付出才值得收获，辛苦才等于成就。但宇宙不是这样运作的。它不是你的上司，不是你的老师，它没有成绩单，
也不给你评分。宇宙不问你做了多少，只问你信了多少。你可以做很少，但如果你的信念非常清晰，能量场非常稳定，愿望就能快速流向你，因为你已经对准了。反之，你可以做再多，但心里充满怀疑与焦虑，那些努力只会变成阻力。这不是说行动不重要，而是说行动要从信念出发。你是因为相信所以行动，还是因为害怕所以逼自己行动？你是在表达信任的能量，还是在弥补内在匮乏的空？宇宙读的是你行动背后的频率，而不是你做了多少件事。我开始重新审视我的每一个选择，我不再急着填满行事历，而是问，我这么做是出于相信，还是恐惧？我不再追赶每一个机会，而是问，这是不是与我内在愿望对齐的邀请？我让自己的行动变得更简单，也更有方向。神奇的是，当我这样做后，很多事情真的开始流动起来。不是因为我更努力，而是我更清楚、更笃定、更一致。我不再靠外在的忙碌来证明自己够资格，而是从内在的平静里发出我值得的讯号。这讯号就像磁场，吸引来与我频率一致的实相。宇宙是能量的回音器，你播出什么，它就回应什么；你相信什么，它就呈现什么。它不会因为你做得多而特别奖励你，但它会因为你信得深而让你看见更多奇迹。那些你一再努力却卡住的，其实只是你还没真正相信而已。愿你不再靠拼命去证明自己值得拥有，而是知道你本来就值得。愿你从做很多的焦虑转化为信很深的安稳。愿你每天的行动不是为了换来结果，而是自然地表达你对未来的信任。因为宇宙要的从来不是你的拼命，而是你内心真诚的笃定。我曾经以为信任是一种本能，只要你爱过、相信过、敞开过，这份能力就会一直存在。但当一次次被辜负、被忽略、被伤害之后，我才发现，信任是一种选择，是一种在经历怀疑与失落后，依然愿意张开手心的勇气。那不是天生的乐观，也不是盲目的期待，而是一种在受过伤的心里还能生出柔软的力量。你知道痛是什么，但你依然愿意选择爱。你知道不确定是什么，但你依然愿意相信未来还有光。每一次的相信，其实都是一次灵魂的重生。我曾经在一段关系中，把所有的信任都交了出去。我真诚、投入，毫无保留。但最后换来的是一句冷淡的离开，是我始料未及的背弃。我崩溃地告诉自己，以后再也不要相信任何人了。那段时间，我把自己关起来，不是不想靠近，而是不敢。我把每一份温柔都缄默，把每一种可能都拒绝。我说那是自我保护，其实是我把希望也一并封锁了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整理房间时，看到一张旧照片。照片上的我，笑容很灿烂，眼神很亮，仿佛还相信世界一切都会如愿。我忽然很想念那样的自己，那个没有被现实磨过的我，曾经那么纯粹地相信一切美好正在靠近。我问自己，我真的想永远关起心门吗？如果我不再相信，那我其实也关掉了未来所有可能的幸福。我以为不相信可以保护我不再受伤，但真相是，不相信只让我持续处在孤单与防卫里，无法真正活着。于是我做了一个决定，我要再试一次。不是因为我确定会成功，而是因为我不想放弃爱的能力。我开始练习对世界说，也许可以；对人说，我愿意再看一次；对自己说，
这一次不一样。那不是冒险，而是复原，是一种把碎片慢慢拼回来的过程。每一次愿意相信，其实都是在为自己创造一条新的神经路径。你的大脑开始认得，我可以是安全的，我可以被理解，我可以被爱而不失去自我。这样的重建不是一次完成，而是一点一滴的积累。每一次的好像可以信任他，每一次的也许他真的关心我，都是在种下新的可能。信任不只是给对方的，而是你愿不愿意重新连接世界。你不再让旧的伤口主导现在的你，而是给自己一个机会，看见爱的样子可能不同。你从如果我再受伤怎么办，转向如果这一次真的幸福呢？那样的转念是一种极深的能量转化。我开始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稳定，不是因为生活变完美了，而是我不再需要掌控所有结果才能感到安心。我知道我可以承受不完美，也相信即使不被理解，我也依然完整。而正是这样的状态，吸引来了新的连结，新的温暖，也新的爱。每一次愿意相信，都是一种重生。那是你向宇宙释放，我愿意相信你是善意的，我愿意相信我值得好事发生。那是你不再躲在过去的故事里，而是开始为自己写新的篇章。你不是忘记伤痛，而是决定不再让它主导你的未来。愿你在失望之后，依然选择相信。愿你在夜里落泪后，依然相信天会亮。愿你不再为了保护自己而封锁希望，而是给自己一个温柔的机会。因为每一次你愿意相信，其实都是一次深深的回家，是你对灵魂说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了。我们常常以为，渴望是一种单向的追求，是我们站在原地，望向一个还看不见的未来，盼着它能早点靠近。是我们在夜里对着宇宙许愿，对着愿景板说话，对着自己呢喃。什么时候它才会来？我曾这样等待过，等一段稳定的爱情，等一份让我安心的收入，等一种被理解的感觉。我以为我要更努力，更积极，更正面，才配得那些愿望的实现。我以为渴望就像山顶的火光，而我必须一步一步爬上去才能靠近。但有一天，我在读一本书的时候，看见一句话，你所渴望的，也正在渴望你。那一刻，我的心微微一震。原来我一直误会了，渴望不是单方面的，它其实是一场双向的吸引。当你想要某样东西的同时，它也在找寻那个准备好接住它的你。这不是幻想，而是能量的事实。宇宙中的一切都运作在频率与共振之间。你之所以会渴望某个人、某件事、某种生活，是因为你的内在与它有着相似的能量讯号。那不是你凭空想象出来的，而是你灵魂深处对共鸣的回应。当你能够安住在那份渴望里，不是焦虑的追问他怎么还没来，而是温柔的知道我渴望他，他也正在找我，那整个能量状态就会改变。你不再是等待的那一方，而是正在与他互相靠近的共振者。那份安心与笃定会让世界开始发生不一样的流动。我开始练习这样的想法。每当我对某样事物产生强烈的渴望，我不再陷入我还不够的自责，而是对自己说，这是我的能量在对它发出讯号，而它也正在回应我。我相信这份渴望是有意义的，它不是空虚的幻想，而是灵魂的召唤。这样的练习让我开始感受到更多神奇的巧合。一些原本遥不可及的梦想开始透过小小的线索出现在我的生活里。一些我以为自己还没资格拥有的可能，开始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向我靠近。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特别的事，
而是因为我开始允许自己相信我可以被选择。原来宇宙在等待的不是我证明自己，而是我愿意接收的那一刻。我不需要达到完美才能配的，我只需要对齐那个我心之所向的频率。那些你渴望的从来没有离开过，他们只是还在寻找那个愿意张开双手的你。你怎么想他们，他们就怎么靠近你。所以不要再怀疑你的渴望是不是太奢侈、太天真、太遥远。你之所以会有那样的梦，是因为某处早已存在那样的实相。你的灵魂知道，只要你愿意回应，它就能走向你。不是未来的某一天，而是从你相信的这一刻开始。愿你不再孤单地站在愿望之外。愿你知道你不是追求者，而是共振者，是邀请者，是召唤者。愿你在每一个渴望浮现的瞬间，都能对自己说，这是一场即将相遇的能量对话。因为那些你渴望的，其实也在找你。我曾经很讨厌等待，它让我感觉被动，感觉无力，感觉好像一切都卡住了。无论是等一个回应、一份机会、一段关系，那种明明已经付出却还没结果的感觉，让人焦躁又沮丧。我不止一次问宇宙，我已经那么努力了，为什么还没来？我反复检查自己是否哪里没做好，是不是少了一个步骤，或是能量出了错。等待像一场考验，考验我能不能坚持，能不能继续相信。但有时候，那份相信也会在过程中渐渐流失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听见一个声音在心底说，你不是在被延迟，而是在调频。那一刻，我的眼泪忽然落了下来。原来，这不是停滞，而是一种进行式。原来，宇宙不是不给，而是在等我对齐。我们总以为等待是静止的，是什么都没发生。但事实上，每一次等待都是能量在背后默默运作的过程。我们的信念正在重整，情绪正在释放，灵魂正在对准新的版本的自己。而这一切没有声音，却最真实。你以为你在等结果，但其实你在整合自己。整合你是否真的相信自己值得，整合你是否愿意放下控制，整合你是否准备好接收。等待是宇宙在说，你的愿望我已收到，我正在让你变得更适合它的到来。那不是延误，而是祝福。我开始学会在等待里安住。我不再用还没来去衡量进度，而是用我今天有没有让自己更稳定、更相信来评估能量状态。我不再急着催促宇宙，而是选择与它合作，成为那个能接住愿望的人。我开始看见等待的另一种样貌，它其实是一种疗愈。在那段静静流动的时间里，我重新看见自己。我察觉原来我对成功有那么多的恐惧，对关系有那么深的不安全感。我以为我要的是结果，但其实更深的是我需要先疗愈那些不敢相信的部分。等待让我有机会面对那些我一直忽略的内在裂缝。你所愿望的不只是事件，而是一种状态。它要你从里到外都能接纳自己，信任宇宙，稳定地活在爱与值得的频率中。不是拿到才安心，而是安心才会来。等待正是让你进入那个状态的必经之路。当我这样理解之后，等待变得不再那么令人煎熬。我不再只是望向远方的目标，而是回到当下的每一个选择。我开始让生活变得柔软，让自己过得丰盛，就算愿望还没来，也不急着苦撑。因为我知道它正在路上，而我也正在对的频率上。愿你也开始明白，等待不是失败，而是重建。愿你在还没来的日子里，
依然选择照顾自己，相信自己，活得像已经值得一切。愿你知道，那些你以为的空白期，其实是灵魂最安静也最深刻的蜕变时光。因为你以为的等待，其实是调频的过程，而你从未真正停下过。我曾经把渴望当成信仰，我相信只要够强烈的想要，就一定会得到。我用力地写下愿望，设下期限，反复视觉化那个未来的画面。我以为渴望本身就是一种力量，但渐渐的，我开始发现自己在愿望中变得紧绷。我开始焦虑进度，怀疑自己，比较他人，甚至开始对宇宙产生一种“你怎么还不给我”的隐微指控。我以为自己是在相信，其实是在催促。渴望本应该是一种柔软的召唤，但当它变成执着，就会让心变得沉重。那不是你愿望有错，而是你把它握得太紧，以至于宇宙找不到空隙，把它送进来。有一天，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写给圣诞老人的信。我从不会怀疑那些愿望会不会实现。我写完之后，就开心地把信放好，然后期待着那天的到来。那样的信任是天真，也是纯粹。我开始问自己，我什么时候失去了那份纯粹的信任？也许是在一次次等待落空之后，也许是在现实一次次打脸之后。我学会了怀疑，学会了靠自己比较保险，也学会了用紧迫的渴望来取代我不敢完全交托的信任。于是我开始练习把渴望放轻一点。我不再每天提醒宇宙我还没有，而是每天告诉自己我已经在前往的路上。我不再执着于什么时候来，而是练习让自己随时准备好。渴望轻一点，不是不要，而是不急。是你知道那件事对你重要，但你更相信宇宙有它的节奏与安排。是你愿意放下控制，而不是放弃可能。你开始懂得，越是松开，越是靠近。信任深一点，是一种温柔的勇气。你不再急着从外界寻找保证，而是让心静下来，在内在找到安全感。你不再需要实相来佐证你的愿望，而是先活出那个你想成为的状态。不是为了取悦宇宙，而是为了对齐你自己。当我这样做后，我的心开始变得宽阔。我不再为了还没来而心急如焚，也不再为了别人先拥有而觉得不公平。我学会说，也许现在还没到，但我已经在那个频率上。那不是无畏，而是一种有意识的松手。你仍然种下愿望，但你不再一直挖土查看它长得怎么样。你信任那颗种子会在对的时间冒芽。你照顾的是土壤、阳光与水分，也就是你的心情、念头与能量。让渴望轻一点，让信任深一点。是你选择活在允许里，而不是缺乏里。是你相信一切会以最适合你的方式来，而不一定是你规划的方式。是你愿意成为那个与宇宙同行的人，而不是单方面所求的孩子。愿你能把愿望写在心里，而不是压在心上。愿你能用温柔的节奏陪自己走过显化的过程。愿你相信，当你放松了，宇宙就会有空间回应你。因为你不再只是渴望的发出者，你也成为了值得接收的一方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